最近国际军政界最重磅的消息，避暑川普在阿拉斯加会见普京。这次会面从早期传出消息到最终成型，虽然略显突然，但背后其实也反映着俄罗斯国内求和派一直以来的停战诉求。眼下普京为了保住国内稳定，也不得不低着头来找川普，而俄罗斯国内的求和派们为了自保，也一直不敢跟普京讲真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其实正如华盛顿邮报近日所援引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的发言中所提到的那样，对很多俄罗斯政商界的精英阶层来说，俄乌冲突简直是他们在欧美主流社会面前的耻辱。他们都希望一切恢复正常，毕竟俄罗斯还要和国外做生意，毕竟俄罗斯的学子还想去西欧留学，毕竟俄罗斯的精英阶层们还是渴望在欧美发达国家持有资产。结果俄罗斯这边深陷俄乌战争泥潭，嘴上说特别军事行动，其实根本上还是想要扩充领土。这样的尴尬局面让俄罗斯的精英人士们在对外交往时很不好办，而这次在阿拉斯加举行的特普会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让俄罗斯一切恢复正常。正如另一位前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所说的那样，其实克宫内绝大多数人都反对战争，北约东进的压力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克里米亚跟乌东地区也早都被俄罗斯逐步建立起了控制，有必要再举全国之力去打这场仗吗？不是说不动手也不搞动作，而没必要真的撕破脸来开战。但问题就在于，克宫的官员们虽然这样想，却不敢当面告诉普京，因为每个人都害怕普京，他们不想谈论妥协或让步，因为说了就没法升官。恰恰相反，官员们都必须要向普京证明自己是最忠诚的爱国者，都希望让俄罗斯恢复沙俄时代的疆域，让普京成为俄罗斯历史上与伊凡雷帝、彼得大帝齐名的俄罗斯伟人。至于现行的政策到底是不是最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那大家一时半会儿也就管不上了。说到这儿啊，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种局面非常眼熟呢？没错，俄罗斯政府内部这种表里不一的局面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延续的苏联晚期的政治文化，那就是上层决策出现错误时，内部很少会有人敢直接指出，反而会在表面上进一步强化错误方向，保住自己在体制内的地位。我们只要将这个原理带入到俄乌冲突的背景中，就能明白为什么俄罗斯内部有那么多人反对入侵乌克兰，但这场仗还是打到了现在。因为在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方向上，只有普京才是那个决定向左还是向右的人。下面的人如果要实现利益最大化，要做的就是一直与普京保持思想同步。如果普京的想法是坚持打下去，那么任何关于妥协让步的提议都将会成为莫斯科的政治禁语，任何关于无条件停火或外交解决的建议都会被视为对普京的不忠。只有俄罗斯民族的叛徒才会说这种话。然而问题在于，你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人发现错误，还能将错就错继续领薪水，那整个俄罗斯呢？俄罗斯的财政收入，俄罗斯人的现实财富又不可能凭空变出来。在西方经济制裁、资产冻结和金融渠道受限的现实冲击下，那些游离于普京交际圈之外的官员、文化与娱乐界人士，还有做跨国生意的商业精英们，还是受到了实质上的利益损失。要知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欧美国家拥有房产、储蓄和投资，甚至于父母或孩子都在外国常住。如果俄罗斯真的长期被孤立在欧洲主流社会之外，那就将严重损害这些人的财富和影响力。俄罗斯精英阶层未来的发展也会受到不小的打击。正因如此，不论我们如何看待川普与普京的会面，这对于俄罗斯的求和派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即便无法一夜之间扭转局面，他们也希望俄罗斯能通过阿拉斯加会晤，对欧美社会释放一些缓和信号，为未来的制裁松动和外交接触创造更有利的机会以及更大的空间。既然如此，普京本人是怎么想的呢？其实我们不用猜也能知道，普京能稳坐克里姆林宫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平衡各方的利益。强硬的表态对俄罗斯民族利益的捍卫，自然是其作为总统需要对国内社会呈现的形象。但国内精英派系的内心想法和焦虑，普京必定也是看在眼里。毕竟他自己也有不少海外资产被没收了。但问题就在于，即使是在俄罗斯政商界内部，精英派系的观点也并不完全一致。更何况普京的强硬派路线走了这么久，其他主战派的心情也是需要考虑了。万一将来真能拿下半个乌克兰，那还不算大功一件吗？所以对于此次阿拉斯加会晤，普京估计也就是一个走一步看一步的心态。首先，普京肯定不能指望一次高层会晤就能改变俄罗斯的处境，解决俄乌战争走向烂尾化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普京又要考虑国内政商界精英的情绪，
为当前局势预留一个缓冲的空间。毕竟俄罗斯的日子还是要继续过的，就算经济能在能源出口的支撑下做基本维持，其他非能源产业的衰退迹象也已在俄罗斯国内出现萌芽。俄罗斯民众对通胀持续上升和进口商品短缺的忍耐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万一国内舆论真的翻盘了，像美国国内当年反对越战一样，在民间出现大量反对俄乌战争的浪潮，那整个特别军事行动也就真的不好收尾了。所以不管是为了照顾国内情绪，还是为了实际的战争形势，普京都会尽量争取时间。谁能说普京这次前往安克雷奇赴约不是在给前线打掩护呢？如果能暂时弱化川普的制裁，再让部队养精蓄锐，准备下一次进攻，那不就是两全其美吗？实际上普京在今年5月份就是这么做的。面对川普必须停火的警告，俄罗斯先后3次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结果我们都看到了，俄罗斯狮子大开口，知道是停战谈判，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乌克兰无条件投降了呢。川普当时肯定也认为自己被耍了，因此2个月后，他再次对俄罗斯失去耐心，便在7月中旬提出50天停火期限，后来更是缩短期限10天。当然，普京最后不得不为阿拉斯加会晤做准备。但话又说回来，见面就是见面，说好的事情做不做，那又是另一码事儿。反正未来的俄罗斯历史上会写上普京数次为停战奔走，普京与川普曾商讨停战事宜都不算亏。因此总的来看普京这次与川普见面，战术意义要明显大于战略意义，更像是为了应付短期局势所做的举措，而不是普京真的计划好了俄乌战争的下一步走向。总而言之，俄罗斯的预定目标和总体路线不会因为阿拉斯加会晤改变。战争既然已经扩大化，双方投入了这么多资源，不论结果如何，肯定都已经是没有回头路了，最多能开辟一个新的折中路线。想回到过去那种正常交往的状态是绝对不可能的。就问大家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假设普京现在愿意停战了，俄乌战争开打后扩充的控制区也不要了，难道美国和欧洲就会忘了俄军1小时22分拿下乌克兰的典故吗？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乌克兰肯定不会对阿拉斯加会谈抱有多高的幻想。真正要让普京动起来结束战争的念头，还是要在战场上让俄罗斯吃亏。不论是阿拉斯加会谈开始前还是结束后，乌克兰军队的行动都从来没有结束过。基辅方面也在不断传回最新的抗俄战报。俄罗斯的苏35战机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的炼油厂被乌军袭击，乌克兰无人机群对库尔斯克地区的俄军防御工事和炮兵阵地进行了精准打击，俄罗斯前线部队又伤亡了上千人，又被摧毁了48门火炮和23辆装甲车。这些才是现在的乌克兰更为重视的消息。至于阿拉斯加会晤对后续战事发展到底能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各自的看法。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